Hello， 大家好，我是 JK。这一集我们来讲解在 Pencil 横空出世，就是可以用 Cloud Code 去自动化 UI 的一个工具。那今天就要来讲解如何用 Cloud Code 的 Skill 去高度整合 Pencil 的这个工具软体。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我们这边为了方便呢，我把 Anti-Gravity 跟 Pencil 两个工具都放在同一个画面。首先一开始我们就开启一个新的专案。那这个专案我们已经写好一个 Cloud Code 的 Skill 了。那这个 Skill 呢是关于我的一个相关的一些 Design Pattern 就是去定义相关的一些颜色啊、按钮啊、风格等等等。那它也有一个参考值，就是所有的元件、按钮、颜色定义都用文字的方式描述颜色啊，然后它的边界值或它的阴影程度都放在这个 skill 里面。首先我们要确认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要先开启 Pencil， 开启 Pencil 确认右上角 Cloud Code 已经连线好了，再打开 Cloud Code， 所以我们再打开 Cloud Code， 这边呼叫 Cloud Code。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打开 MCP， 因为它是透过 MCP 的方式去跟 Pencil 做互动做关联，所以我们确定 MCP 这边 Pencil 已经确定好连线了，这边就可以表示 Cloud Code 确实可以连接到 Pencil 这个工具软体。好，那我们在 Pencil 这边我们先开启一个全新的画布，我们先不要储存这一个画布，开启一个全新的画布。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这边呢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这边先用我的这一个 skill， 我这边指令的是请画出所有设计元素。那这边它开始高度整合 Pencil MCP 了，它已经知道我的设计元素，因为它去读取我的 skill 嘛。接下来我们就看它如何在 Pencil 这边去自动化我的所有设计元素的部分。OK， 那我们这边先等待一下。好，这边已经开始了，它已经在 Pencil 这边已经开始做自动化了。那一开始它先画按钮，这边我们可以观察这边的 Cloud Code 继续执行，那这边的 Pencil 画布会自动化，这个过程呢其实还蛮疗愈的。那我们这边就慢慢等待 Cloud Code 把所有的设计元素全部都通通画在 Pencil 上面。OK， 那这边 Cloud Code 已经把所有的设计元件都画在 Pencil 的画布上面了。这个 Pencil 的画布上面非常详细，那颜色基本上都是对的，包含阴影啊、粗体字等等等。那这个设计元件基本上都可以去做更改，我们可以选取这个物件，然后旁边都可以去做设定，以及它颜色的内容都可以做变动，非常方便，等于就是一个 Figma 的一个简化版。好，那接下来做什么事呢？接下来我们已经把元件都设计好了。接下来我们这边请 Pencil 帮我设计一个画面，我请他帮我设计一个 Web 版的登录画面。那 Pencil 它一样去扫描我的这个所有设计元件，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开始产生一个登录画面了。这边一样去等待它执行完成。好，那这边 Pencil 也画完了，基本上我没有讲太多的规格描述，我只是请他帮我做一个登录画面，然后是 Web 版，然后他就帮我脑补成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在设计的时候，应该还要详细讲它的规则啊，就是你是不是要这样左右配置啊，基本上我都没有讲。好，如果要讲的话，基本上它应该还是会照着你的规格去设计画面给你看。所以这个画面设计好之后，接下来做什么事？登录页面，我把它圈选起来，然后这边切换到 Cloud Code 这边。我请他把我圈选起来的这一个画布，也就是登录画面产生 HTML， 它这边一样调用 Pencil 的 MCP 会开始去读取这个画面，确实它也在读取这个画面的。接下来我们就等待它产生 HTML。好，那这边 Cloud Code 已经把我这个登录画面产生好 HTML 了，而且它也帮我自用调用的 Tailwind CSS 的这一个 CSS 的模组。好，那我开启它，直接点选它，开启网页之后可以发现这个画面基本上跟 Pencil 上面画的一模一样，然后它是一个 HTML 档。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 Pencil 的这个登录画面转成其他的程式语言，譬如说 Vue 啊，或者是 React。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快速 demo 如何在 Pencil 上面去读取我的 Cloud Code 的 skill， 然后呢再从 Pencil 上面产生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页面，接下来使用 Cloud Code 去读取这个页面，然后产生我要的一个 HTML 档案。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完整的一个 demo。